苏南笑道：包租婆不好吗？我记得你当初说过，没什么大愿望，就和爸妈那样当个包租婆就行了。那包租婆太无聊呀，天天除了收租还是收租。你可以请我帮你收租。这沈小军笑，你自己都是包租公了。他当初就是不想天天帮父母收租，所以才和海童呢租了这里开了书店，打发一下时间吧。赚不赚钱无所谓，不用天天去收租就行。我们村里的人现在都找了事情做，打发时间，我沈开着保时捷去上班，把他老板的车价都比下去了呢。他就是个清洁工，一个月拿个3、4千块钱的工资，但他干得可认真了。老板说他开的车太好了，他第2天就换了一辆宝马。老板还是觉得他的车太好，他只得跑去买了一辆电动车，和我一样，就天天骑着电动车出门赚那3、4千块钱的工资。苏南笑痛了肚子，这是咱们管城土著的生活写照，家家户户都有几栋楼房出租，厉害的像沈小军家里那样，有很多楼房和商铺出租，每个月的租金都是很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。夫妻俩收好了店门口的货架子后，沈小军的电瓶车也推进店里锁上，他坐苏南的车回家。苏南带着沈小军去了山顶别墅，就离战印的家有好几百米远，占地平方数不如战印的家那么大，不过装修方面一点都不输于战印的房子。车子进入了别墅，驶到屋门口停下来，沈小军还没有下车，就先看到站在屋门口的2排人，是苏南请回来伺候沈小军的佣人、司机、保镖，粗略估计有20几个人。这么多人啊！沈小军小声说道，比你家里人还多。他记得婆家的佣人并不算多。苏南边解开安全带边说道，这是特意请回来伺候你的，不算多，也就20几个人，不够使唤再多请几个，就他们都是行业内的资深人员，能把你照顾得很好。20几个人还不算多呀。他家里也很有钱，但他家里并没有请佣人，只有在逢年过节时要大扫除，才会请几个钟点工帮忙搞搞卫生。平时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父母包揽了。用他妈的话说，要是连家务活都没得干了，那只有数钱度日了。你是去过油油山庄的战家的佣人才算多呢。他们家分工很细，整个山庄里有工人近1000人。苏南是觉得他和沈小军刚结婚，就夫妻俩，暂时不需要那么多人，等以后这户口本上的人数往上涨了，再多请几个保姆呗。那沈小军不说话了，下车吧，跟大家见见面，以后你是他们的太太，父母不会搬过来跟他们一起住。故而在这栋别墅里，夫妻俩就是老大了。先生，太太啊！夫妻俩下车后，站在屋门口的2排人，在管家的带领下呢，恭敬地问好。沈小军回以微笑，先生太太，晚餐已经准备好。管家恭敬地说道。苏南温沉地道，我们俩不习惯人伺候着吃饭，你们各自忙去吧。管家一挥手，佣人们便有序地散去。就只有管家还跟着夫妻俩一起进屋。餐厅里的桌子上摆满了沈小军爱吃的菜。先生太太慢用。管家等夫妻俩坐下后，恭敬地说了句后，也退了出去，把体贴太太的机会留给先生。苏南一向对沈小军体贴入微，沈小军又是个吃货，哪怕只有夫妻俩吃饭，两人也吃得津津有味的。饭后，苏南带着沈小军在院子里散步，熟悉环境。那当晚，小夫妻俩就住在这栋别墅里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苏南都是每天下班后就接沈小军回到他们俩的小家。快乐的日子过得很快啊。转眼间啊，又是1个星期的结束。苏南开始休婚假了。海玲出院后，战印也如常的带着海童飞往 A 市散心度假。海玲出院后还需要在家里静养着。海童飞往 A 市之前，拜托了商小飞帮他管着姐姐，就不允许姐姐太快回到店里上班。战印带着海童去了 A 市，结识了穆晴和杨希等人。
在 A 市也没有逗留多久，毕竟要赶回来参加苏南和沈小军的婚礼。管城的4月底，气候宜人，不冷不热的。苏南和沈小军婚礼当天天气好，太阳公公早早就挂上了高空。逃避着战一晨大半个月的宁云初，在婚礼当天总算露面了。他和海彤以及沈小军都算是朋友。沈小军大婚，他要是不露面，说不过去。沈小军极力邀请宁云初当他的伴娘，但宁云初婉拒了。他觉得自己看不见，当伴娘还需要别人照顾他，不好。最后，沈小军的伴娘团是以商小飞和文若曦为首的名门千金。苏南的伴郎团就厉害了，战家的少爷们除了战印之外，都给苏南当伴郎了。除了战家男儿，还有君然、陆东明以及苏家的一些年轻男子。总之啊，伴郎团浩浩荡荡的，还个个都是帅哥。A 市的君家安排了其他人过来，叶君博没有亲自到场祝贺，因为穆晴肚子太大了，他放心不下，那便安排了弟弟们带着厚礼过来参加苏南和沈小军的婚礼。很多其他城市的大佬们都携着太太们过来参加婚礼。一句话，苏南和沈小军的婚礼轰动了整个管城。婚宴上，宁云初刻意躲在角落里，那另一个刻意躲着的人就是海玲。哎，两个人凑巧躲在一块儿了。海玲姐，你怎么也坐在这里啊？宁云初关心地问着海玲。她是躲避战一晨才会躲在角落里，静静地听着周围的热闹声。海玲姐躲什么呀？我可能是身体刚好，还不习惯热闹，就坐得偏远一点，安静些啊。海玲是受不了陆东明追逐的炽烈眼神，只要陆东明的眼神追着她跑，陆太太就使劲地瞪着她，防着她，各种阻扰陆东明过来跟她说话，拼命地把于茵茵往陆东明身边塞。虽然陆东明还没有正式表白，海玲已经知道他的心思，她也冷静地想过，他对陆东明的确没有男女之情，他连想都没想过要被陆太太防贼似的防着。海玲觉得自己有点冤枉。宁云初温声说道，那我陪海玲姐坐在这里，有个伴。海玲看到战一晨走过来了，那她马上说道，宁大小姐，我上洗手间去。说着也不等宁云初回话，她就赶紧溜了，给战一晨腾地方。海玲知道战一晨正在追求宁云初的，但是宁云初不愿意接受战一晨，逃避了大半个月，累得他妹妹都跑了不知道多少次春暖花开。海玲姐，我也想上洗手间啊，你等等我吧。宁云初摸到了自己的盲人拐杖，想着和海玲一起去洗手间呢，却得不到回应。海玲姐，海玲姐走开了。战一晨低沉的嗓音响起，宁云初下意识地捏紧了盲人拐杖，不过呢，也就是一瞬间的事，他就恢复了常态。战二少爷，他客气地叫了战一晨一声，然后歉意地道，我失陪一下。战一晨伸手拉住他的手腕。宁云初，他低哑地叫着，你要逃避我到什么时候？宁云初抽回自己的手，淡淡的道，战二少爷，我没有逃避你，最近我是太忙了，忙着跟2个大姑姑吵架，忙着稳定宁氏企业的军心。的确是没有时间想他和战一晨的事，就2个大姑姑想抢走宁氏企业，说什么他看不见又不懂做生意，宁氏企业交到他手里会败。他有2个表哥的确是在宁氏上班，也得到他继父的重视，不过在公司里的地位还是不如莫东浩的。他有莫东浩帮着，暂时占了上风。你有我天天去你的花店找你，都找不到你，我大嫂去找你也是一样，你也没有给我大嫂打过电话，你把手机号码一换就避得远远的。战一晨死死地盯着他看。哎，我知道你很忙，你忙着和那个姓莫的在一起是吧？战一晨这句话里满是酸意。宁云初是解释过，他和姓莫的只是兄妹之情，可是呢，他对姓莫的太过信任了，2个人关系好的让他嫉妒。战二少爷调查我了。宁云初脸色不太好看，就他已经大半个月不见战一晨。
战义臣还知道他和莫哥在一起，说明他还是动用了他战二少爷的权势，把他调查了一番。我只是关心你，想知道你每天在做什么。我能做什么？我做的都是我该做的。我能做的事也都是我的私事，与战二少爷无关。战二少爷，我失陪一下。宁云初并不想在沈小军的婚宴上和战义臣吵架，他压下了怒火，对战义臣说了句抱歉，就从他身边走过，慢慢的往前走着。战义臣转身看着他的背影，沉默了片刻后，他大步追上前去。听到他追来的脚步声，宁云初加快了脚步。可惜他身处陌生的环境，又看不见的情况下，加快脚步只会让他不小心绊力。小心点！战义臣在他整个人往前扑去的时候，哇，长臂一伸一捞，就把他捞抱住，免于与地面上亲吻。宁云初还没有站稳，就火急火燎的想推开战义臣。战义臣有点恼了，低吼着：“你就那么害怕我吗？我只是扶你一把，又不是占你便宜，你用得着火急火燎的推开我啊？”后退了几步，保持了距离。宁云初又恢复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让战义臣又气又恨又无奈。谢谢战二少爷，不要叫我战二少爷，叫我一臣。宁云初抿嘴，战义臣有点挫败地道：“我带你去洗手间，我是女的，跟他上的洗手间不一样。”战义臣黑着脸说道：“我只送你到门口，不会跟着你进去，我还是要脸的。”宁云初讪讪的。战义臣深吸几口气，缓和了语气，说道：“把你拐杖的一头递给我，我牵着你过去，少走弯路，也不用撞到别人。婚宴上人太多，他看不见，是很容易撞到别人的。战二少，叫我一臣。”宁云初又抿抿嘴，最后说道：“你告诉我路线，我能自己走过去。我数3声，你不把拐杖的一头给我，我就抱着你过去。”为了不惹怒这个男人，宁云初还是把拐杖的另一头递给了战义臣。战义臣的手抓住了拐杖的一头，再一滑，滑到了中间去，缩短与他的距离。跟着我来，战义臣低沉地说道。就他带着宁云初去了洗手间，我在门口等你半个小时后，你要是不出来，我就进去了。宁云初，你不怕丢脸呀？你都不怕丢脸，我怕什么丢脸？我脸皮厚得很。宁云初不吭声了，慢慢的走进了洗手间。那他也就是进去洗了洗脸，让自己清醒过来。他是配不上战义臣的，就哪怕是战奶奶选定的他，就战义臣可以找一个比他更好的女人。他若不是个瞎子，倒是可以考虑战义臣。在洗手间里静待了几分钟，就有人来了。门口那个男人是战家的二少爷吧？他怎么站在那里？可能是等人吧。战家的几位少爷一起出现，真的帅呆了。苏总的伴郎团堪比男明星选帅。宁云初听到陌生女人的讨论，知道战义臣还真的站在洗手间门口不走。他在心里叹口气，再次洗了洗手，然后戴好了黑色的墨镜，拿着拐杖若无其事地往外走。他这一走动，进来的那几个女人就都不说话了，默默地看着他出去。战义臣以为他会躲在里面至少半个小时的，看到他出来了，他迎上前去，默默地牵起了他的拐杖一头，就牵着他就走。边走边问他：“吃饱了吗？”战义臣不说话了，宁云初也不说话，就任由他牵着他走。走着走着，他才觉得不对劲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云初停下来问他。吃饱了，我送你回家，然后我们好好的谈一谈。战义臣牵着他都快走出酒店了，就被他发现了不对劲。宁云初拒绝地道：“不用，我家司机会过来接我，不用麻烦你。”瞪着他，战义臣用着威胁的口吻问他：“你是老老实实的跟着我走，那还是让我批约你，抱着你走？都说战家的男儿很霸道，他还以为只有战少才霸道，原来战义臣也有那一面。
我数3声，你要是还做不出决定，我就抱着你走啊。战义臣眼见宁云初还是不肯妥协，再次威胁地道：哦，他还真的开始数数。宁云初担心他真的会把自己劈晕抱走，在他数到2的时候，赶紧打断他数数，说道：那就麻烦你送我回家了，但是你喝了不少的酒吧，酒后别开车。战义臣嘴角泛着笑意，说道：我为了等着送你回家，那特意呢是一滴酒都没有喝，当了一回最不负责任的伴郎。其他伴郎多多少少都替苏南挡了酒，唯独他滴酒沾，宁云初无话可说了，就一只温热厚实的大掌握住了他的手。宁云初想甩开，酒店里人来人往的，拐杖容易戳到人，这样子挺好的。战义臣不给他甩开的机会，反而把他的拐杖拿走，然后就这样牵着他走。面对霸道的战二少爷，宁云初斗不过，就他木着脸任由战义臣牵着他走。没走多远呢，他就停了下来。他猜测走到他的车子前了。接着呢，他听到了开车锁的声响。战义臣拉开了副驾驶座的门后，再扶着宁云初上车，等他坐好了，他又帮他系上安全带。其实这个男人呢，除了霸道之外，还是挺体贴的。宁云初感受到战义臣的体贴，又忍不住想到自己的缺点。他说要谈谈，那就谈谈吧。逃避呢，的确不能解决问题啊。宁云初忽然想通了。战义臣很快回到驾驶座上坐好，还不忘打电话给大哥。等战印接电话后，他说道：大哥，我送云初回去，你帮我跟苏南说一声，他离开婚宴就不会再折回来。战印就嗯了一声，并不多言。挂电话后，海童问他怎么了，是一晨，他先离开，送宁大小姐回家。战印喝了一口酒后，对爱妻说道：你以后不用再操心他的事了，他能解决的。那就好，他能抓住这个机会和云初说开了就好吧。上周战七少的生日宴会，战家也给宁云初送去邀请函的，但是宁云初找了个借口推了，没有现身在战七少的生日宴会上，只派人送来了生日礼物。战义臣本想利用七弟的生日宴会抓住宁云初的想法，失败。这一次苏南和沈小军大婚，宁云初不好推，才给了战义臣机会。酒店外面的战义臣在挂了电话后，不着急开车，而是偏着头看着宁云初半晌，才把车开动。一路上宁云初都是一声不吭的，他不说话，就战义臣也不说话。就不久后呢，回到了宁家别墅。宁家别墅灯火通明，别墅门口以及院子里面都停着好几辆车，还有一辆货车呢，不停的有人从货车上搬东西进屋。战义臣停了车，问着宁云初：你要搬家吗？那还是从其他地方搬了东西回来。什么？宁云初还没有下车，车门车窗都关牢了，他暂时听不到别墅门口的动静。听到战义臣的问话，他愣了一下，他这个反应让战义臣明白过来。他说道：你家门口停了几辆车，院子里面有一辆货车，有人从货车上搬东西进屋，我瞧着像是搬家的。你答应让谁搬到你家里住吗？没有。宁云初解开了安全带，拿到了拐杖，推开车门下车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是我2个大姑搬回来住，那除了小姑姑是远嫁，2个大姑嫁的都不远的。那现在他们眼见他亲妈和继父都进去了，想争夺宁氏企业，也想霸占这栋大别墅。我看他们搬回来住是想霸占房子吧，还有想争夺你们家的公司。战义臣因为调查了宁云初最近的动态，知道他2个大姑姑是回娘家这争家产的。当然了，表面上宁家的2位姑奶奶说的很好听的，说什么是替宁天磊守好家业，宁天磊信任亲姐比信任姑姑多。那现在宁天磊也还不知道这些事儿呢，他1个月就回家1天，回家那天，宁云初勒令家里所有佣人不允许透露半句，让宁天磊以为父母带着二姐出门旅游了。他还在读小学的时候，父母就在二姐的建议下，
送他进寄宿学校，常常离家在校。对于放假回家看不到父母，也习以为常了。那宁天磊知道父母其实是很疼爱他的，特别是父亲，毕竟只有他一个儿子。但是他心疼大姐，总是偏护着大姐，得罪了二姐，父母也不喜欢他那样偏帮着大姐，就才会把他送到寄宿学校。这栋别墅本来是我爸留给我的，不是他们想抢就能抢走，公司他们也没有那个本事抢走。宁云初后面那句话说的极冷啊，就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下，他无需战一晨的晚服，行动自如。他进去也不过问院子里搬家的那些人，而是径直进屋。大小姐，你回来了呀？管家在屋里被宁云初的2个姑姑使唤得团团转，看到云初回来，管家迎上前去，抹了一把汗后说道：大小姐，2位姑太太说要搬回娘家住，把东西都搬过来了，房间还没有安排好，你看。宁云初冷冷地道，通知所有保镖把2位姑太太的东西都扔出去。坐在沙发上的2位富太太本来正眼都不瞧宁云初一眼的，听到他的吩咐，2个女人就忍不住了。其中一个尖声叫喊着：我回我娘家住，谁敢把我的东西扔出去？宁云初，这是我的娘家呀，这房子还轮不到你做主呢。宁云初冷冷的道：房子不是爷爷奶奶名下的，不属于你的娘家，这是我爸留给我的房子，还真轮到我做主，我不欢迎大姑和二姑住进我家里。管家通知保镖把他们的东西扔出去，把他们的人都给我轰出去，我的地盘我做主啦。管家看了一眼战一晨，心知有战二少爷给大小姐撑腰，天塌下来也不用怕，马上就通知了所有保镖过来，把2位姑太太的东西往外搬。宁云初的2个姑姑没想到保镖还真敢把自己的东西往外搬，气得2个人冲过来就想动手教训宁云初。看到战一晨如同护花使者似的站在宁云初的身边，就冷冷地盯着他们。宁云初，你敢把我们的东西扔出去试试？我为什么不敢？我的家我就不喜欢你们住，不给你们住，咋的？这是我们的娘家。宁云初笑，我爷爷奶奶名下的房子才是你们的娘家，这不是2老名下的房子了，这就不是你们的娘家。虽然我是你们的娘家侄女，但侄女没有养姑姑的道理，所以啊，我就不让你们住了。这2个姑姑是和大伯一条心的，对于他亲爸的死，选择了蒙骗他，现在更是不帮着他，还骂他白眼狼，诅咒他不得好死。他们不仁，那他就不义。就算你爸活着，我要搬回来住，你爸都不能把我往外赶，你个瞎子，有什么资格这样对我？看我不替你爸教训你啊！宁大姑脾气火爆，懒得吵架，直接就动手。战一晨怎么可能会让他们动宁云初？那不是打他战二少爷的脸吗？他轻轻松松就攫住了宁大姑的手腕。你谁啊？这是我们家的家事，要你多管闲事。宁大姑用力地挣扎着，战一晨甩开她的手，沉声说道：别人家的家事我不想管，但云初是我未婚妻，她的家事就是我的家事，我还是得管一管的。就当着我战一晨的面动手打我未婚妻，当我是死的。未婚妻？就您家2位姑姑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他们没有听说宁云初订婚的事，就兄嫂都不喜欢宁云初，从来不操心她的婚事。宁云初在宁家又活成个透明人，一般人家也不会求娶她呀，觉得没有好处。他们知道宁云初连男朋友都没有的，有钱人家不会娶宁云初，普通人家又嫌弃她是个瞎子，看不见，娶回家还需要照顾，谁乐意啊？战二少爷，宁云初想否认自己是他未婚妻的事，战一晨伸手按住他的嘴，不让他说下去。云初，我早已把你当成妻子来看待，虽然你还没有答应我的追求，我相信总有一天啊，你会答应我的。战二少爷，战家的二少爷，那您家2位姑姑面面相觑。
不敢相信宁云初居然能得到战家二少爷的青睐。他们只知道宁云初和战家大少奶奶相识，听说战大少奶奶挺护着他的，因此啊，兄嫂都不得不低头。哎，你是战家二少爷啊？战义臣冷冷地道：“我是在兄弟当中排第二。这瞎子什么时候成了战二少爷的未婚妻？战二少爷，你图他什么呀？他是个瞎子。瞎子，你明白什么意思吗？他是看不见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你居然喜欢他？二少爷，你要是缺女朋友啊，我把我女儿介绍给你吧。我女儿比这个瞎子年轻漂亮，最主要是她身体健康，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。”宁家大姑姑就厚着脸皮推销自己的女儿。二姑姑也不甘示弱，说道：“我女儿刚满20岁，满脸的胶原蛋白，那才真的是年轻漂亮呀。身体各方面也很健康，比这个瞎子好了100倍。战二少爷，这个瞎子真的配不上你。你们战家那是什么门庭呀？何须委屈你二少爷娶个瞎子？”两位姑姑的话像针扎在宁云初心头上，就他本来就自卑，觉得配不上战义臣，那听了两位姑姑的话，他越发觉得自己该远离战义臣。他是个瞎子，就什么都看不见。战义臣黑着脸警告这两个人，看在你们是云初的亲姑姑份上，我不跟你们动手，闭上你们的臭嘴。云初好与不好不用你们说，我就是喜欢云初，你们的女儿给我提鞋都不配。等云初答应嫁给他以后，是战家的二少奶奶了。宁家两个姑姑的女儿就连帮宁云初提鞋都不配了。你们还站在这里做什么？马上把垃圾扔出去，清理干净。战义臣提高了嗓音。宁家的保镖啊，倒是很有眼力啊，就选择了听从宁云初的安排，就不管宁家两位姑姑怎么辱骂推搡，宁家的保镖以及佣人们七手八脚，就把宁家两位姑姑拉来的东西全给他们搬出去了，扔在了宁家别墅门口。两位姑姑不肯离开，还在骂骂咧咧的。宁云初冷冷地道：“管家，既然两位姑姑不想开车离去，拿把刀出去把他们的车胎扎破。反正姑姑都不想开车了，就不要车胎了。”宁云初走到沙发前坐下，压根儿不把两位姑姑的辱骂放在心上，就也不想再跟姑姑们吵架。反正他就不让两位姑姑住进来。他现在还看不见两个姑姑若是住进来了，到他们搬走时，就把他家里所有东西都搬走，他也不知道。别以为两位姑姑打的鬼主意啊，他不知道呀。他们无非是想趁机占便宜。折腾了一番，宁家两位姑姑还是走了，气呼呼的离开的。走得还很快，跑走得慢了，车胎还真被扎破了。出来后，两位姑姑还很一致地说道：“明天我们去拜访一下战家的二太太吧。战二少爷喜欢个瞎子，那我就不信战家长辈们能接受啊。”宁家大姑还说：“怪不得宁云出包子似的，一下子就强硬起来，敢独占房产，敢跟我们抢公司了。原来是有战二少爷给他撑腰，也不知道宁云初用的什么手段勾住了战二少爷。战家的二少爷呀，谁家有适婚年龄的女儿不笑想战家男儿的？他们做梦都想和战家攀上亲戚，可惜啊，战家的男儿不好追。他们的女儿啊，连见到战家少爷一面都难，更不要说追求了。前段时间，战家七少爷办了一场生日宴，那是代表战家七少爷正式进入社会，故而这战家给他办生日宴的。到现在为止，战家就有7位少爷是为人知晓的了，看着机会挺多，却又高不可攀呀。大姐，我们就这样走了吗？宁大姑说道：“现在先回去，明天你去找我们一起去悠悠山庄拜访一下战二太太。二少爷是二房的长子，战二太太最看重这个长子了，那他肯定不会同意长子喜欢一个瞎子的。只要破坏了宁云初和战义臣，那么宁云初就没有了靠山。
宁氏的一切才能落入她们姐妹俩的手里。至于唯一的侄儿宁天磊吗？毛都还没有长齐呢，他们压根不放在眼里。姐妹俩通过律师了解到兄嫂夫妻俩将会被重判，特别是嫂子涉黑，估计能判个10几20年的。大哥害死了小弟，若是让警方调查清楚，杀人偿命也是要被重判的。那既然兄嫂后半生都要在牢里度过，宁氏现在那么值钱，生意做得那么大，可不能便宜了宁云初这个瞎子。他们一定要抢过来，姐妹俩平分了，一家也能得到5个亿啊。姐，大哥的案子到时候开庭时，我们要不要出个庭做个证？那宁家二姑想到了大哥的案子，忽然小声问着大姐，他们没有证据证明是大哥大嫂害了小弟，但知道小弟的死与他们是有关的，证据早就被大哥大嫂毁掉了，只是他们一向跟大哥感情更好。小妹和小弟的感情最好，在小弟死后，小妹就跟大哥大吵一架后，便很少再回娘家，被伤透了心吗？直到宁云初差点死掉，那小妹才回来，回得勤快一点了。先看看吧，要是宁云初有那个本事终死大哥的话，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；要是他没那个本事，我们也什么都不要做。这一次呢，终不死大哥，大哥就会出来。娘家有个大哥给力，让他们在婆家也能有人撑腰。只要还有好处，他们都还是站在大哥那一边的。如果宁云初能终死兄嫂，他们就只需要和宁云初争夺家产便可。不过宁云初若有这个本事，他们争家产也很困难呀。没想到那个瞎子平时看着没点用，居然藏得那么深。大哥一出事，宁瞎子就收买了姓莫的，抢先接管了宁氏企业的生意。他们的儿子都跟着大哥混的，都未能抢占先机。2位姑太太是没想到莫东浩会帮着宁云初接管宁氏的生意。他们的儿子虽然也在宁氏上班，职位上不如莫东浩，姐妹俩就一起离开了宁家别墅。别墅总算恢复了安静。宁云初对管家说道，以后我2个大姑姑回来，不管他们做什么都不要同意，有什么事我承担，你们是我妈请回来的，都忠于我妈。我妈除了我这个女儿还有个儿子呢，怎么轮也轮不到我2个大姑回来接管一切。她知道大家不是忠于她这个大小姐，那她也不着急换人，那至少也要等她完全掌控了宁氏里里外外，她才会进行大清洗。但这些人还会考虑到宁天磊，帮宁天磊守着这个家。宁云初憎恨继父和亲妈，却不会恨弟弟。宁家的家产他守住之后，会把属于弟弟的那一份家产给他的。是大小姐。管家给战一晨倒来了一杯水，放下后听了宁云初的吩咐，恭敬地应着。他现在听从大小姐的安排，是看到大小姐对少爷一如以往，并没有做出伤害少爷的事。用大小姐的话说，他们都忠于太太的。太太有3个孩子，大小姐可以忽略不管，但少爷肯定不能忽略的。他们守的不是大小姐的家，是帮着少爷守住这个家。也算对得起太太对他们多年来的关照了。给战二少爷倒了水后呢，你们去休息，我不用你们再伺候。管家恭敬地又应了一声，然后示意大家跟着他出去啊。那华丽的大厅里呢，便只有战一晨和宁云初了。战一晨端起了那杯温开水，优雅地喝了一口。战一晨，宁云出面朝着他，平静地开口：“我不是你的未婚妻，现在不是，不过以后会成为我的未婚妻，甚至我的妻子。”战一晨很霸道的道：“云初，我认定了你，就是非你不娶，你逃避也好，接受也罢，反正我娶妻只娶你为妻。我知道我上次冒犯了你，是我的错，你生我的气也在情理之中，但我不后悔。我就是喜欢你了，就想亲你了，就想证明给大家看看，你是我战一晨的女人。”宁云初被战一晨霸道的话语气的都不想说话，就不管他说什么，他都像是听不进去似的。云初，以后不要再逃避我。战一晨坐过来，
伸手就拿过了他的包。战逸晨，你做什么？宁云初想抢回自己的包，战逸晨一手隔住他，另一只手高举着他的包，那他看不见就无法拿回来呀。放心，我只要你的手机号码。战逸晨站了起来，然后打开了他的包，从里面掏出他的手机，再打他的手机号码，那样他就知道他的新号码了。你要是再换新号码，我就搬到你店里去住下来，看你还怎么逃避我。发现威胁有用之后，战逸晨开始发挥他的厚脸皮，化身为无赖，各种威胁，让宁云初很想把他轰出去。明天呢，我安排2名保镖跟着你，我战逸晨的未婚妻，我来保护。战逸晨说道，我战家的保镖都是身手极好的，有他们跟着你，我也放心，更能随时知道他的行踪。我不需要你的保护啊，丫头，你就别嘴硬了。我知道我对你还不算了解，你有些事情藏得够深，但你看不见，仅是这一点就弱了下来。战逸晨获得了他的新号码后，把他手机放回了他的包里，重新坐在他的身边，黑眸灼灼地锁定他的俏脸。见他一脸的倔强，他宠溺地用手指戳一下他的红唇，吓得他反射性地用捂住了嘴。虽然我是很想再尝尝你的甜美，不过那样会惹你生气，我暂时忍着，等到可以放肆的时候，我会连本带利讨回来的。丫头，还气的话，我给你亲回来，怎么样？宁云初一脸黑线。战逸晨，你没听到我2个姑姑说的话？我是个瞎子，我配不上你。你不要再浪费时间在我身上，你可以娶个比我好100倍、1000倍的女子为妻。你2个姑姑说什么了？我没听清楚，也听不进去。配不配，我说了算，我说配就配。战逸晨霸道又宠溺的再次用手指戳一下他的额。丫头，别胡思乱想了，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，也不用管别人说什么，只要我不嫌弃你就行。